崇祯2年，总旗，杀出去，留得青山在。来呀，再上！蝼蚁，敢挡我大军，降者不杀！戍边10年，杀人如麻，你等蛮夷也配让我降？我死，你陪葬！我真可死，边军不可辱，青山堡寸土不让。没死。崇祯2年辽东，距明朝灭亡15年，距离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7个月。你个软蛋！总旗就是个死鬼，鞑子来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愿意走的跟我冲，点住那愣头青拦不住咱们。死鬼还敢诈尸，给我滚开！你说谁是死鬼？总乔饶命！总乔，不是我们想叛，是你快死了，我们要活命！活命！刘把总克扣军粮，让你们卖了青山布，这叫活命！我王臣活着1天，就容不得你们叛逃投敌。3天，我定要撬开刘把总的粮仓。5天，鞑子来了，我亲手斩敌手，让你们顿顿有肉吃。总旗能做到？不信的，尽管跟他们走，但记住，叛逃者，我王臣绝不姑息。我信总旗，愿跟总旗生死与共。想走，留下身上的战袄，滚！壮汉跟我挖战壕、砍柴火，妇人清点口粮、煮热粥，老兵组织伤员做弓箭。现在，立刻马上动起来！3天后，我带你们去刘府搬粮。总旗，大事不好！北边山口来了3骑鞑子哨探，在堡外转了一圈走了。刘把总那边只扔了句话，让咱们自己听着。叛旗现身，5日之内必有千骑蛮寇杀来。刘把总想看咱们死，老子偏要活。鞑子要来屠城，刘把总不管，那咱们就自己护家。想让妻儿老小活命的，想报血海深仇的，想抢鞑子粮草过个饱年的，并肩死战。离谱！上辈子天天内卷打工，耗尽身心，一朝惊醒，直接穿越到乱世边关绝境。不过沙场战死的记忆刻骨铭心，敌军凶悍残酷。话说回来，短短5天，如何筹措粮草，整顿兵马，抵御外敌？在线求解，急！鞑子哨探都来了，还不跑？等着被屠？跑哪儿去？带着老婆孩子，走不出50里就饿死在路上。要不投鞑子？听说投过去的给分地，再饿下去，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了。投鞑子至少能活。谁再说投鞑子，老子先剁了他！去年柳河屯投的那几家，哪个有好下场？铁柱哥，俺就是说说，不跑也不投，鞑子劫掠完就杀。柳河屯的事儿你们都忘了？宝强的豁口先堵上，富有小孩到地窖躲起来，然后咱们得有家伙事儿。王晨和铁柱对起攻防，激发机构锈死，修一修还能用。铁柱，去把张小手叫来。那工匠3年前就被裁了，没人理他。现在有人理了，快去。总旗叫俺，俺还有用。张大哥，你看这鸟臭。总旗，这图是您画的。俺修了20年火器，头一回见人把鸟虫拆得这么明白。我只会纸上谈兵，真正的手艺在你。火门积碳刮净，重新扩孔，保证点火弄上。活动部件打磨上油，冲管用铁棍通一遍，再抹猪油防锈。你觉得能修不？能修，全都能修。总旗，给俺半天功夫。他的手一上铁炭就不抖了。俺的手没废，俺还能做活。半日光阴流转，50币正中靶心，1030币都偏。3年没人让俺碰铁店。总帅，俺不求别的，就求您让俺继续修火器，有口饭吃就行。张大哥，从今天起，你是青山堡的军器匠，不只有饭吃，我保你有肉吃。把剩下的鸟虫都修了，能修几杆修几杆。总旗，山那边来了一群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少说50、60号。难民，身上带着血，有个孩子一直在哭，旁边的老人在捂他嘴。那些人身上的血还没干，像是刚被鞑子追着跑。还有个妇人小声跟俺说了句：“鞑子在后面。”总旗，收不收？万一鞑子追过来呢？收了他们就是引火烧身，咱自己的粮都不够吃，还养这帮人。开门！宁远防线青山堡总旗王晨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柳河屯，鞑子扫荡杀了半个屯子，跑了3天3夜。爹，你醒醒！铁柱，把剩的烧酒拿来。
再找蒲公英和车前草、黄花的和宽叶子的越多越好。董奇，烧酒就剩小半坛了，先救人。2个时辰后，他退烧了。大哥哥，俺爹能活吗？能，以后伤口不能碰脏水，每天洗1遍。自己的粮都不够，还说这么多张嘴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凭什么养这帮外人？我告诉你们，凭什么？刘拔总不发粮，鞑子来了，咱们50号人必死。收了他们，多50双手打猎、修堡、造兵器，咱们才能活。分粮是暂时的，活下去才是根本。猎户出猎，跟铁柱进山打猎，会打铁的去帮张小卯修兵器，种过地的翻荒地，会做饭的管灶亭，本事吃饭，谁也别偷懒。总旗，俺懂点草药，能帮着照看伤员。俺能砍柴，能挑水，只求一口饭吃。今天起，谁有本事，谁吃得多，谁偷懒耍滑，自己走。俺叫赵大虎，六合屯猎户，俺媳妇孩子都叫鞑子杀了，往后您就是那主心骨。夜里，王臣巡视营地。烧酒度数太低，杀菌不够。铁锅、主管，或许能让酒变烈。近100号人了，这波分工操作66666，但粮食呢？近100张嘴，光靠打猎能撑几天？烧酒用完了，伤口再恶化。铁锅、主管、陶罐征修。B 站上看过教程，理论可行。妈的，赌一把，反正不试也是死，试了还有一线生机。猎户、铁匠、农夫、郎中，这波团队配置可以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青山堡就能运转起来了。爹，你烧得好烫。烧酒还有没有？昨天用完了，整个堡找遍了，一滴不剩。总旗，这仨要是都烧起来，俺怕是撑不过2天。总旗，您这是拿锅烧酒？俺干了20年，没见过这路数。哼，酒煮还能变烈，总旗怕不是烧糊涂了。火烧了一炷香，铜管末端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这叫蒸馏酒，酒受热变成气，气遇冷变回液，只有最烈的部分先出来。老天爷，酒能点着火！我的娘嘞！凉，伤口凉了，比上回那酒管用得多。总旗，这东西要是早有，去年俺儿子也不会因为伤口烂了没了。总旗，宁远城来人了，赵参将身边的亲兵带了封信。赵参将要来青山堡视察，成了。这波封神没有张巧手的手艺，这堆破烂便不从整装置。以后还有肥皂、玻璃、火器改良。赵参将要来了，青山堡得再搞点大动静，让赵参将看看价值。有钱有兵有地盘，以后还有美女。这穿越真香。妇人们5米下锅。总旗，俺没用，这破弓射出去10步就偏，大猎物根本近不了身。总旗，要不把赵大虎他们也调去修兵器，打猎这点收成还不够走路费力气的。大虎，你猎了多少年？12岁跟俺爹进山，到现在20年，柳河屯100步之内，没人射得过俺。可这弓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。张小手，手头活先停，我要你帮我做一样东西。总旗，这弓的形状跟咱见过的都不一样，这弯儿怎么往外翻的？这叫反曲，弓臂往外翻，松弦时弹力更大，射程远，穿透强。牛角抗压，放弓腹，牛筋抗拉，贴弓背，3层合一，劲道是单体弓的3倍。3天里，张巧手削竹片，贴牛角，搓牛筋，王晨盯着层压关键工序。终于弓做好了，这劲道比俺那破弓强了不止1倍。别光拉，出去试试。总旗，50步能中，信你的手艺。50步，穿甲了。这要是射人，20年，俺打了20年猎，从来没有。这弓叫反曲复合弓，以后用它打猎，近100号人的肉，你赵大虎一个人就能扛。总旗，俺赵大虎这条命就是您的。大虎，你这天天进山，咱们近100号人顿顿有肉吃，连虎皮都有了。
总旗，保外来说是宁远城柳家商号的掌柜，问咱们有没有皮毛卖。柳家，那可是宁远最大的皮毛商号，听说当家的是个女人。请进来。哪位是王总旗？我掌事刘掌柜石远迎啊。鹿茸按等级3两到8两，其余杂皮按市价7折收，一口价现银几？15两一张虎皮，总旗卖啊！咱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银子？刘掌柜这价是不是有点低？刘掌柜，虎皮在宁远城的行价是多少？30两上下。那你出15两，这是对我半砍啊！运输仓储上下打点都是成本，15两已经很厚道。你要是嫌低，可以自己去。掌柜，我不卖皮毛，我跟你做长期生意，能赚大钱的生意。每月最少2张虎皮，10副鹿茸，杂皮100张打底，而且我还能让皮毛更好卖。你拿到宁远能多卖3成价，这钱咱俩一起赚，不香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祖传的手艺。普通皮毛放3个月就发硬，我这个放半年还是软的。您想想，同样的货多卖3成价，这利润你负责销售，利润4、6分，你6我4，这买卖您稳赚不赔。先试1个月，供货达标4、6分成，我认。但我丑话说深前，达不到数以后宁远的皮毛生意别想沾边。一言为定。不过刘掌柜，这生意做成了，我能不能请您吃个饭？就咱俩。有点意思。总旗，你刚才那套说法从哪儿学的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柳家商号那么多银子，老子不赚白不赚。总旗，他在数咱们的人头，还看了工坊和粮仓。想探老子的底，行了，让你看个够。等你看明白了，这买卖也就做定了。这波操作666，现代商业话术吊打古代商人，独家供货加分成模式，那娘们都被我谈懵了。但那个伙计在数人头看工坊，那女人也在试探我，哼，想探我的底，让你看个够。等你看明白了，这买卖也就做定了，到时候你想撤都撤不出去。这娘们儿够味儿，迟早是老子的人。上月皮毛货款23两，皮毛力薄做不大，想赚大钱就得硬通货，严。只不过这是抄家灭族掉脑袋的死买卖，你要是有本事弄出来，我包销；没有的话，咱们这生意也就到头了。总旗，这盐虽然粗了点，好歹能吃，您还想怎么着？让它变成血一样白。重结晶，用最朴素的原理做最惊人的事。嘿，颜色浅了不少。听我，成了。3天后。这是你要的硬通货，白细不苦，尝尝。这怎么做到的？这比京城的贡盐都……天爷，这盐白的跟血似的，这要是拿到宁远城，产量多大？稳定吗？成本几何？3、7分，我7你3，还是4、6，你6我4，成交。总旗，这回咱发了吧？京盐的事瞒不了多久，盐是官卖，咱们做的叫私盐，轻则抄家，重则杀头。这一波血赚，高中化学知识在古代吊打全场，今年技术到手，柳家那条线算是彻底绑死了。但官盐体系是明朝高压线，刘把总闻着味儿肯定要来。下一步得把技术保密做好，还得找个靠山。对，得想办法搭上赵参将那条线。京盐这张牌，得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去。总旗，刘保豪大人来了，10几个兵。总旗，拦不拦？不拦，开门。哟，王总旗，发达了啊！保修了，仿盖了，还有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酿私酒？私盐，王臣贩卖私盐，按律杖100，留3千里。你的人全部充军，你这些家当充公。完了，这回真完了。刘把总，这不是私盐，白的跟血似的，不是私盐是什么？老子在辽东吃了20年军粮，分不清盐。这是碱，草木灰制的碱，洗衣服用的。草木灰制碱，1000年旧法，最朴素的化学原理。刘把长要是不信，尝尝。左边这碗苦的，右边这碗也是苦的，都是碱。
您说是私盐，哪碗是盐？你少跟老子耍花样！刘把总，草木灰质检，天工开物里白纸黑字写着，宋应星先生著。您要不信，可以去问宁远城的读书人。当然，如果把总一定要说碱是盐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只是赵参将下个月要来巡查，到时候您跟参将解释，为什么要查抄一个做碱洗衣服的工坊。赵参将的名字像一盆冷水泼下来。算你狠！刘把总清楚，此刻若是闹出事端，赵参将一并追责，他第一个难逃干系。总旗这招管用，他真被你唬住了。总旗，刘把长走的时候，他那个师长偷偷跟一个人说了几句话。咱们的人上个月从难民里收编的那个叫周三的，俺看见他接了个什么东西揣怀里了。666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草木灰质检这招太骚了，化学知识唬住明朝把种，这次能过关全靠蒸馏装置还没暴露，精研技术必须死守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刘把种吃了鳖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得把内部清理干净。那个周三有问题，古代职场也不好混啊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周三的事儿确认了，俺盯了3天，他每隔1天晚上翻墙出去，俺跟过一次。他在一棵歪脖子树下藏了个竹筒，第2天竹筒就没了。让俺去收拾他。动了他，刘把总知道我们发现了，会换别的招。留着他，让他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东西。从今天起，营盐转入地下，明面上我们做蒸馏酒，合法的、赚钱的，刘把总查不了的。半个月后，工房新棚旁，3套蒸馏装置整齐排开，首批蒸馏酒出锅了。我的娘，这酒劲儿也太大了，比市面上的烧锅酒烈10倍。可这后味儿干的，不辣嗓子。好酒，绝对的好酒！老天爷，这要拿到军中卖，那帮粗汉子还不得疯了？很好，边军将士2万多人，就算10个人里1个买，每月也是。你是故意的，酒是合法的，盐不是。你拿酒做明面，盐做暗线。刘掌柜果然聪明。总旗，刘掌柜派人传话，宁远城镇的军爷们排着队买。有人买了1坛，还想买第2坛。掌柜说限购，1人1坛。陈字号，从一个军户小旗手中诞生的品牌。总旗，周三今晚又出去了，但这次他没去歪脖子树，他往宁远城方向走的。俺跟到官道就跟丢了，但俺看见他前面的路上有一辆马车，马车上挂着个灯笼，灯笼上写了个王字。金山王冲突，刘把上一个人对付不了我，他找了靠山。这波血赚，蒸馏酒坊3条生产线全开，一天出酒30坛。周三那个内鬼还在给我当免费情报员。现金流开始正循环，精研暗线稳如老狗。但宁远城那帮军汉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，经商迟早闻着味儿过来。扩产，必须扩产。王晨，坐。今天不是查盐，是谈买卖。这位是聂先生，太谷聂家的总管事。聂家在辽东做了30年盐生意，你那精盐和陈4号酒坊做的不错，但辽东的盐路不是你一个总旗玩得转的。王总旗，聂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们出盐引出渠道，出人脉，利润55分成。聂先生，我有个问题，太谷聂家在辽东做盐，走的是钢盐法的路子吧？但家实际贩运的盐量远超盐引额度，多出来的那部分不就是私盐吗？聂家圈在山海关到锦州的盐路上，3批货被巡盐御史的人盯上了。王晨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刘把总，你去年吃空广640两，200两较劲田千户，100两打点兵备道，剩下340两，100两存在张记钱庄，其余换了40亩地，挂在你小舅子名下。聂先生，聂家今年盐引配额被削了20%，西上任的巡盐御史是东宁系的，跟你们以前走的路子不对付，所以才急着找新财路。我的底线，技术不让，渠道可谈。我出技术和产品，聂家出渠道和盐引，利润3-7分，我7，你3。你疯了，73！聂家出钱扩建作坊和盐路转运站，投多少银子算股份，赚了按股份分红，但经营权、配方权归我。73太狠，64成交。但有一条，聂家的渠道里走的只能是我的货，发现夹带，合作集中，证据送巡盐御史案头。王总旗，后生可畏。我查了，聂家背后不只是太谷聂家，他们跟太原王家有往来。王家在辽东的生意不只是盐，往北走的，他们在跟达子走私军需。崇治2年10月，皇太极就要来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波操作，我自己都想给自己刷股件。股份制概念在古代就是降维打击。聂家出钱出渠道，我却握着经营权和技术配方，他们连插手都插不进来。精研技术是我的护城河，酒坊是现金流奶牛。但柳如话说，聂家背后还有太原王家，这水太深了，得在那之前攒够本钱，拉够人手。总旗，打听到了，
聂家下个月初3有一批货从柳河屯走，过辽河渡口往北，30辆大车，打的是运粮旗号，实际装饰火香火和棉甲。往北，俺跟了他们的车夫3天，那人喝醉了说漏嘴，货过辽河之后有达子的人接应，这批货跟我至少说5000两。铁柱在，挑20个人，最能打的，3天后跟我去辽河渡口巡逻。总旗是巡逻还是巡逻？发现敌国走私物资，一律剿没。月初3，天刚擦黑，辽河渡口东侧的芦苇荡里，20个精壮军户伏在暗处，远处火把光点成一条长线，30辆大车前后各有10余名护卫，等他们过河，半渡而击。放箭！什么人？宁远镇总旗王晨奉命巡河，你们运的什么货？报上来。兄弟，有话好说。好说个屁！总旗，生铁、火鸮还有棉甲。总旗，光银子就有4800两，加上生铁、火鸮、棉甲、皮货，总共只少说6000两。打劫汉奸的银子花着不烫手，回去告诉聂先生和你背后的人，资敌通文的证据我留了一份。这次我只拿银子，下次我拿人头。3天后，资敌物资，生铁3000斤，火鸮800斤，这个男人胆子比天都大。刘掌柜，王总席还带了句话，他说想请您合伙做一桩更大的生意。这波血赚，5000两白银到手，生铁、火鸮、棉甲一应俱全。聂家这波通敌操作，简直是给咱送温暖。但说真的，晋商势力盘根错节，个个都是庞然大物，手里有兵、有银子、有证据，还有柳如画这条商业线，稳得很。明末副本，老子要玩成爽文模式。辽河边，柳河屯。您就是陈老船匠？不做了，没人要船了，你找别人去。听说您是辽东最好的船匠，15年前登来水师的3条浮船是您督造的。那是老黄历了，水师裁撤，船厂散了，徒弟都跑光了。你一个路上的总旗要什么船？我要一种船，吃水浅，跑得快，能在辽河里来去自如，长3丈，宽1丈，双桨加帆，满载8人。长宽比3比1，太窄了，走不稳。加龙骨啊，船底中线加一根通长的硬木龙骨，从船头贯穿到船尾，龙骨承重，船体可以做窄，再加2道水密隔舱。等水密隔舱又知道，但你这龙骨的做法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书上看的，做不做得出来，得您老说了算。小子，你这船有意思，造一条，我试试。1个月后，15年了，老头子又造了一条船。好船，龙骨这一手绝了，吃水不到1尺，走起来稳如平地。走，试试速度。8桨齐下，府里河道来回不到1刻钟。小子，你给这船起个名没有？陈字1号。当夜，陈师傅，我要5条，1个月能赶出来吗？5条，我这3个老伙计1个月最多2条，除非你能再找几个会干活的。总旗，出事了！刘八大的人今天去了船坞，围着转了一圈，走的时候说这船不错，该归卫所统一管辖。又来了。第1条船下水，这感觉真香，水密隔舱加龙骨，这配置放在明末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刘八总那帮人眼睛盯得比鹰还准，5条船还没造完，他们就想来摘桃子，行啊，想玩是吧？老子奉陪。清晨，薄雾笼罩辽河。陈老头，刘把总有令，这船坞没有卫所批证，属于私建，即日封村，船只归卫所统一调配。放屁！这船是王总提出银子造的，凭什么归你们？住手！孙武，认识字吗？田千户监发的公文，准王臣所部于辽河沿岸设哨巡河，所需船只器械，准予自筹自建。这什么时候批的？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公文去给刘把总看；第二，你的人帮我把棚顶修回去，修好了请你们喝酒。弟兄们，修棚顶。陈师傅，5条船还造不造？造，但我有2个徒弟，一个在锦州，一个在大烈河，你能找回来5条船1个半月。工钱每人每月2两银子，包吃住。成交。10天后，陈字号1号到5号，
从今天起，辽河上有咱们的人了。好消息和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坏的，刘把长跟聂家联手，去宁远城告咱们劫掠商队，私吞官银，状子已经递到兵报道了。好消息呢？刘掌柜派人来了，说他愿意替咱们在兵必道说话，但有个条件，他要跟你合伙，不是代理，是合伙。合伙，不是代理，是合伙。这一波操作666，刘把总派孙武来查封，结果人没走成，还白嫖了一波劳动力。辽河上终于有咱自己的水上力量了，田千户这条线算是搭稳了。宁远城聚仙楼，条件很简单，德昌号出渠道和人脉，你出货源和技术，利润4、6分，我4，你6。3-7，你3我7。你在辽东连个正经铺面都没有，凭什么7？平货，精盐蒸馏酒，刘掌柜，整个辽东只有我能供，没有我的货，您的渠道再大也是空车。35，我35，你65，最后一次。成交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铺面的招牌用陈字号，品牌。刘掌柜，做生意不能只卖吃货，得卖牌子，百姓买东西认的不是谁家便宜，是谁家可靠。行，铺面我来安排。3天后，宁远城东市，陈字号开张大吉，精盐烈酒免费品尝，不要钱，尝过再买。这盐纯咸无色，比官盐还好10倍。好烈的酒，这酒能烧着了。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不到半个时辰。刘掌柜，精盐1个时辰卖了300斤，正销酒20坛全卖光，还有人排队问明天还有没有。他疯了吧？免费给人吃给人喝，成本50斤精盐2坛酒，不到5两银子，换来的是整个宁远城都知道陈字号了。1个月之内，陈字号3个字就是辽东精盐和好酒的代名词。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？生意经。1天71两，1个月2000多两。宋琦，有大事！参将大人从锦州来宁远了，参将大人要见您。真香定律永不过时，5两银子的试用成本换来日入71两，这波营销吊打全辽东。陈字号3个字，今天算是刻在宁远城百姓心里了。柳家渠道加持，精盐和蒸馏酒不愁销路。3期分成还是让得有点心疼，不过没关系，品牌才是长期资产，渠道可以换，牌子只有1个。宁远城参将府，你就是王晨，一个总旗，又是造盐，又是造船，又是劫商队，你比我手下的千户还忙。参将大人，卑职做这些事只为一个目的，让手下弟兄们有饭吃，有仗可打。有仗可打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总旗，50号人，能打什么仗？卑职带来了3样东西，请参将大人过目。此弓用牛角、牛筋和竹片层压而成，弓臂反曲蓄力，同样拉力，射程比普通角弓远3成，穿透力强2成。你不亲手做？卑职是总旗，不是铁匠，卑职只管想，做的事交给手艺好的人。辽河快船，吃水不到1尺，满载8人，顺流日行100里。达子没有水师，只要辽河上有咱们的船，他们就过不来。你是军户出身，哪里学来这些？别跟我扯杂书！我在辽东打了20年仗，没见过你这样的总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守土。从今天起，100人100户编制。你的船继续造，但每月给我府上送50斤盐，10坛酒。卑职遵命。100户，100号人。王晨脸色凝重。铁柱，参将大人要了盐和酒，这不叫赏识，这叫交易。交易的东西，随时可以收回去。一个人影在巷子口一闪而过。刘巴掌那边还没完。这波血赚，100人编制，500人的实际掌控力，还有参将这座靠山。这步操作666，下一步得把这500人练成精兵，让参将离不开我，让刘把总动不了我。稳住，你能赢。此时月黑风高，等你们3天了。跑不了。
你们俩命不值钱，但你们嘴里的东西值钱。说，刘把使还干过什么？铁柱，去把小豆子那份东西拿来，咱们今晚一起算总账。次日，参将府。参将大人，卑职呈上3样东西。伪造的，他逼供。军粮连续扣了14个月，废铁流向何处，卑职不敢妄断。但聂家的商路通辽河以北，辽河以北，那是后金的地盘。来人，撤职查办，押入大牢。他管的500号人，王晨，你接。卑职遵命。百户不对，500号人那是把主。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500号人明天吃什么。百户，刘掌柜派人送了个帖子。刘掌柜请你吃饭，这不叫请吃饭，这叫投资。聪明的商人永远在赢家身上下注。哦，嘴上这么说，但嘴角的弧度藏不住。真香，这波简直吊打全场。现代情报思维在古代军斗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刘把总这500号人实际能占的可能不到300，军粮被克扣，明天他们吃什么都是问题。从50人到500人，这开局算是稳了。下一步练兵囤粮搞钱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寄予重。黎明，辽河，薄雾贴水。百户，木甲，上游，全部放下来，等过了芦苇荡的口子，前3后2，毒死。第一次都这样。等会儿盯着你前面那个人，他射你就射。没人看到他藏在袖中的右拳，这也是他第一次下令杀人。点火，放！皮肉伤，不碍事。旁边年轻军户扶着船舷吐了，不是怕，是杀完人之后身体的本能反应。捞首级，一个不能少。黄昏，青山堡，37颗首级，弟兄们无一折损。水师第一仗打得漂亮。百户，参将大人说军功他已经替咱们报上去了。百户王晨协助有功。协助，老子一剑。意料之中，功劳是纸，实力是铁，纸能烧，铁烧不掉。百户，参将大人要先调2条快船去宁远听屋。他敢？那是咱们的。刘掌柜那边有消息吗？刘掌柜备了一批铁料，问百户要不要？要，全要。铁船能被调走，但宫邛人得握在自己手里。去告诉弟兄们，明天起加练。这一波血赚，灵山王消灭37个鞑子，简直就是开挂局。船是租的，人是新招的，弓是现造的，根基还是太薄。下一步得把宫邛人的体系彻底搭起来。功劳是纸，实力是铁，这道理得让弟兄们也都明白。百户王晨协助巡逻，赏银100两，领赏100两。总兵府扣军器水救费30两，传令跑路费10两，饷银预支50两。到你手上多少，自己数。百户8两2钱。8两，37颗鞑子脑袋，一颗不到3000银子。3息之后，他松开了。小豆子，去查赵命名升了总兵，谁高兴谁不高兴，给我记下来。还有。总兵要调的2条船，就说船底漏了，正在修，修多久我说了算。好铁，比军器局发的强3成不止。听说赏银到了，到了，8两。这批精铁500斤，市价20两，算你15两，赊账也行。不赊，8两现银，余款用金盐抵，一担金盐折5两，一担半补齐，3天内送到你铺子。那是他全部的赏银，37颗首级换来的，一文不留。成交。王百户，下一批铁料我可以走佛山的路子，量大价低2成，但走海路要1个半月。走，越多越好。明天把张巧手叫来，这批铁一半打箭头，一半让他试改鸟冲管。冲管比太薄容易炸膛，现在有好铁了，放手试。百户真是要赵明德抢得走功劳，调得走船，但他抢不走弓、冲和人。8两银子买不了什么，但能买500斤铁。500斤铁打成箭和冲，
够500弟兄的腰杆子再硬一截。百户，俺跟你干！37个人全没了，明军的船小船快，先用火再用弓，一个活口没留。额真说了，去查清楚，那个百户叫什么，手里多少人，多少条船，查完了回来报。辽河对岸，灯火隐约可见。37颗手机，8两银子，这 KPI 考核简直离谱！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赵明德抢功升官，调船劫抢4连击一气呵成，他能抢走纸上的功劳，抢不走手里的硬实力。到时候谁吊打谁，还真不一定。百户，辽河北岸有问题，芦苇荡上游3里北岸泥地马蹄印儿，钉了蹄铁的军马至少20匹，还有萤火灰烬底下还烫手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早巡河的弟兄看到的。铁柱在。上次水战歼灭多少人？37。6张木筏，每拖5、6人。是。20匹军马踩出的蹄印，至少20个骑兵在北岸扎过营。骑兵不是来偷渡，是来侦察的。探子查完了，下一步是什么？报仇。百户20个蹄印就吓成这样，没准是达子打猎路过。刘把主不巡河不射哨，达子在辽河上来去自如，所以他被撤了。从现在起，全保进入备战。半个时辰后校场。弟兄们，辽河北岸发现了达子骑兵踪迹，不是小股劫匪，是正规军的侦察队。达子不会吃哑巴亏，怕正常。上个月水战之前我也怕，但我怕的不是达子，我怕的是等达子来了，你们手里连把像样的弓都没有。所以我把所有赏银换成了铁。张小手箭头赶制1天不停，铁柱快穿全部编队下水，日夜巡河。赵大彪，你手下弟兄最熟悉保外地形，从今天起带人保塘外3里设3道暗哨，干得好我记你的功。是。赏银全买了铁货，鸟冲凶管换了精铁管坯，后一倍还没试射，但应该不会炸了。有几杆？1杆，再给我5天，能出3杆。5天，够了。1个时辰后，攻防加炭，把那些废铁全扔进去。泥膜铸造，铁水浇筑，这是张巧手祖传的手艺。百户说了，能打就行，炸不炸膛，听天由命。百户，你来看，烟尘下面是骑兵，密密麻麻的骑兵。1、2、3，百户我数不过来，至少3、400步更多。约500骑，看齐，牛鹿骑不止1个牛鹿，还有蒙古伏军。传令，全保熄灶灭烟，进入战备。来得比我想的快。这波操作，从发现马蹄印到推断出500骑主力，我这分析能力牛吧？500步兵对500骑兵，这仗怎么打都是地狱难度，没得选，只能刚正面。希望这波能苟住，明天开始全员战备。百户，这是青山堡，这是宝墙，这是辽河，这是北面矮坡。第一线宝墙攻守分3段轮射，第2线侧翼3杆改良鸟铳架垛口，等骑兵50步以内再打。瞄马不瞄人，铳管试射3发没炸，连射5发铳管烫手，5发一歇浇凉水。第3线河面，铁柱快船全编队待命。百户放心，百户按哨回报，达子大约500骑。天亮前箭矢全搬上宝墙，滚木雷石备在垛口。日出，堡门紧闭。你怎么来了？陈子浩订的货，金铁200斤，箭杆原木300根，金疮药20包。后金骑兵就在北边5里，你现在掉头还来得及。货已经卸了。这不是做买卖，保外是500骑兵。王百头，你死了，谁还我银子？大小姐昨晚听说达子来了，连夜收拢的货，赶了1宿的路。铁柱安排刘掌柜去后院，我不帮我管账。仗打完了，箭矢、药子、铁料一笔一笔要结算清楚。这活只有你干得了。500骑缓步推进，蹄声沉稳，压过风声。他缓缓摘盔，露出半边剃发，只静静望向青山堡，无声便是最大威压。百户，他们走了？没走，他在看地形，看堡墙多高，看垛口多少，看我们有多少人。明天500人守一座黄土堡，对面500骑。3线杨玉听着挺唬人，实际情况攻守训练不足，鸟铳只有3杆。刘家那女人冒着生命危险送物资，这是真爱啊！500弟兄加上家眷，1000多条命压在这座黄土堡里。既然穿越过来了，就不能当逃兵，明天必须守住。弟兄们，身后就是妻儿老小，就是青山堡，他们把命托付给咱们，咱们就是宝强，就是刀盾，半步都不能退。达子敢来犯境，敢踏我疆土，
咱们手里有铳、有弓、有刀枪，今日就在这宝墙上跟他们死战到底，死战不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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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，百户，他们来了！不许慌，所有人听令，攻手，放！退后装箭！放！张枪手，打！百户5发打完了，换弓！攻守不停，压住，不让他们重新列阵。百户，别急着高兴，清点箭矢，还剩多少？伤亡报上来，张桥手冲管检查一遍。百户，他们怎么分开了？分兵，正面牵制，2翼包抄。箭壶空了大半，冲管还在冒热气，而敌人刚刚才开始。这一波血赚，120步穿甲骑射，50步鸟冲弼马，这降维打击606。赵大彪那表情从刺头到服服帖帖就用了2轮骑射，这位忘稳了，真正硬仗还在后面。稳住，别浪，这才刚开始。百户，西面鞑子快到后头了，射不到。东面鞑子在往河滩集结。分兵3路，后方就空了。小豆子，去河边传令铁柱上粮草，绕过东路，直接北面树林把那个营团给我点了。百户那东面鞑子，东面不用管，回头一看家没了，自己就乱了。去，跑快点！赵大彪，滚木雷石西面堡，墙角备好，鞑子靠近就砸，拖住半炷香就够。是。贴北岸走，不出声。开火把。烧得好，放箭！跑出来的不管人马，全部射！攻守剩多少箭射多少，正面的鞑子给我压死！烟尘散去，官尘散去，战场安静下来。百户，那边还有人。残队，退路被断了，回不去了，不能让他们缓过来，缓过来就是亡命之徒。准备出堡。被困住的野兽比溃兵更危险。五虎起飞，老子这手釜底抽薪，放在三国也是诸葛亮级别的操作吧？铁柱那小子点火时机掐得刚好，不能给他们缓过来的机会。干了！穿越这不搞点大事情，对得起这身外挂吗？百户矮坡上面少说60骑，他们有马，咱没有。有马，但粮草被你烧了，马饿1天腿就软，跑不了。赵大彪东面绕坡底，张巧手3桶跟我上正面，铁柱快3人一组互相照应，蚂蚁啃骨头，听明白了？明白。冲出去！是。强者不杀，扔掉兵器，下马，冲！打！移动！出堡打仗也能赢。500骑，一个都没回来。120步穿甲的弓，打穿护心阵带的铁管，一个明军百户。范文称，去查这个王百户什么来历、什么背景，手里有什么东西，我要知道全部。能造这种兵器的人，要么为我所用，要么不能留给名人。奴才在。千里之外，一双眼睛盯上了青山堡。
赢了，出宝打仗也能赢，代价嘛，郑二牛和李大爷没了，8个兄弟挂彩，剑士大功9成，鸟铳城管全变形，缴获物资折算300两。今言赶紧重启，打仗不赚钱，坐吃山空。以小敌多传到沈城，皇太极怎么看？要么收编，要么铲除，暗哨增加1倍。21匹战马，弯刀40把，棉甲20副，按宁远市价，值500两出头。500两？柳大小姐，你这收死马的价？这是明军边镇，不是后勤马市。有本事你卖到沈阳去。今晚河边有件事想聊，就谈生意。就谈生意。这是什么？琴，我自己做的，弹给你听。你问我爱你有几分？柳如梅，我不是在谈生意，但是晚上闭了眼睛，脑子里全是你。你这人，连表白都挑胜仗以后。因为打输了，我怕没命说这句话。山堡百户，营盐蒸馏酒，反驱复合工，改良鸟铳。杀一个王晨容易，但他脑子里的东西杀了就进棺材，活着比死了值钱。甜蜜的篝火旁30里外，一双冷眼正在盯着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边关重镇生变就在6月，如今5月，已是迫在眉睫。百户，柳家人传来急报，袁都司处置了毛将兵，东江镇生变了。来了，成了，冰山美人到手，前世前台小姐姐都不敢多看2眼，这辈子遗憾补回来了。血传，柳家公营网是现成的，陈字号直接升级区域经销商。不过毛文龙被杀消息来了，3、4个月后边关重变，我手里不到100人，拿什么挡？从明天开始，屯粮扩军备战，倒计时开始。消息已经传遍了，宁远、锦州、前驻到处都在传，毛文龙的东江兵3万多人群龙无首，粮价一夜涨了3成。袁都是疯了！毛文龙好歹镇着皮岛鞑子，不敢倾巢下，他说杀就杀。宁远粮价一夜涨了3成，盐价也在涨。我们德昌号在宁远的存粮不到500担，扛不住几队。毛文龙死了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皮岛这根刺拔了。3个月，最多4个月，皇太极会绕道蒙古，从冀州破口直扑京城。百户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但我赌我猜对了。屯粮，加快军备，收编俘虏。猜错了，亏一批粮食钱；猜对了，整个辽东都得求着我们卖粮。你这一仗打得好，本参战会上报兵部，给你请功。参将属下判断，3到4个月内，皇太极会绕到蒙古，从冀州破口。够了，回去守好你的青山堡。不信就不信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3个月后，他会求着我。说鞑子3个月后打到北京，一个百户操天下的心。毛文龙死了，袁崇焕亲手杀的。毛文龙那条疯狗蹲皮岛10年，袁崇焕替我们拔了这根刺。明人9边重兵全堆在辽西走廊，但冀州方向只有几千守军。传令整顿兵马，秋高马肥之时，本豪亲征。大喊英明！大喊英明！一个要灭大明的阴谋正在铺开，而王晨在这个棋盘上，连棋子都算不上。放开！我找你们百户，我有关于后金的消息。皇太极在集结大军，你们百户要不要听？蒙古人的关系，这不就来了？百户不记得我了。3个月前，老哈河下游的芦苇荡，你救过一个被后金游骑误杀的蒙古姑娘。那游骑说我是私通明军的叛体，是你一箭射穿他的肩胛，把我从马蹄下拉了出来。是你？我叫阿如娜。3个月，皇太极绕到蒙古入关10万骑兵，辽东暂时安全。我要做的不是打仗，是囤货，积蓄粮食、铁料、箭头。下一步囤粮扩展往波利试探，得搞一条蒙古方向的情报线。阿如娜出现的真继续。试过高岭土没？柳河屯有白泥地，天然耐火材料，去挖。你们中原人搞土堆堆做什么？做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3天后，陈字号新品琉璃杯，1两银子1件，限量12件。竟如此通透，我要2件。每人限购2件。12件共收28两，扣除成本净赚25两。他究竟还有多少新奇巧思？这不是琉璃，这是真正的玻璃，泰西人传进来的。那个王百户半年前还是穷鬼，精研蒸烧酒、复合工玻璃，什么来路？谁控制了玻璃，谁控制辽东最大暴利。3000两入股陈字号，3000两买个脚进门，进了门，这工坊姓王还是姓谁就不好说了。晋商王大掌柜帖子到了，后天宁远请您喝茶。替我回话，百户不胜荣幸。成了，透明杯子就是神迹，比精研暴力10倍。王崇古3000两入股，如果能用他渠道不给控制权就好了。边关重变倒计时不到3个月，钱在赚，人在练，粮在囤，
下一步玻璃扩产，开发珠子和望远镜，搞定王崇古，最大变量是时间，够不够？王百户打了大胜仗，又造出玻璃，老夫佩服。王大掌柜过奖，属下不过是运气好。运气？做30年生意，没见着运气。3000两4成股份，你管生产，我管销售。技术不外传，牌子不改。张家口商路和后金马市同一条道，属下不能跟走私嫌疑沾边。做经销期前供货100件起批。王崇古怎么说？3000两入股我拒了，改经销。王崇古走张家口、喜峰口2条线，每年私运铁器、火药，至少3万斤铁。3万斤铁，这不是走私是资敌。这是我的底牌，王崇古敢动手，地道参江署他就是死囚。做生意哪有不查对手的？让他走了，不急，不卖股份换个法子。辽东的路不止一条。那个王晨确实不简单，真正值钱的不是杯子，他在研制远镜，2片玻璃能看远处如眼前。军中有了这个，哨探多了10倍眼睛。此人不能再等，秋季前要么抢过来，要么不急。秋天的事秋天再说。10万铁器面前小玩意儿不顶用，但远镜搞一面来。被碾压级的对手根本不把你当回事，比直接威胁更可怕。过了一关，王崇古下一步挖人或断原料，得先动手。柳如画证据是核弹底，但不能现在炸。下一步窑炉扩建，加薪索人，盯王崇古动向。阿如那要跟我比骑射，上辈子纪录片看了100部，理论够，实操明天偷偷练。望远镜还需5天，天水宁天士多。粮力不够热身，你骑马几年了？2周。2周？2周，但够了。预备，好！怎么做到的？弯道靠技术，直道靠马力。弯道你输了。白虎赢了！你赢了，你的骑法完全不同，怎么知道弯道那样过？公主，这叫人马合一。又来一个。张巧手全名张德贵，老娘锦州卧床欠8两要债，帮他还了，然后月银10两聘到进监号做大将。玻璃秘密在张巧手脑子里，不卖股份，那我买走他的脑子。赢了，2周速成，最大收获是阿如那的眼神。蒙古人敬佩强者，赢了他就立棍了。下一步，草原上路，蒙古缺盐，铁布有马牛皮毛，天然互补。边关重变，前舰及草原通道双保障。先把2个女人的事处理了，然后再去草原。阿如那姑娘远道而来，辽东粗茶淡饭，还请莫怪。不委屈，草原上吃的比这差多了，只是这兔肉不如我们蒙古烤全羊。柳姑娘可吃过？未曾吃过，我更擅长打理生意。做生意哪有骑马有趣？昨日赛马，你家王晨可是赢了我。看见了，我在宝墙上。都吃菜，今日叫你们来是有正事商量。有正经事儿，蒙古缺盐铁布，我们有精盐玻璃酒，还需要一样情报。什么？拿科尔沁当眼线？不是眼线，是合作伙伴。你盯皇太极，我给最低价。好。辽东7成归德昌号，草原7成归族人，核心1成归陈字号。条件呢？去草原的条件。蒙古女人不抢别人东西，我要的自己去赢。去草原带柳如花一起更好。这还差不多。以后百户请吃饭我不来了，太吓人了。张巧手独坐案前，一纸8两清债，一纸聘书，月俸10两。10两，10两1个月，够我这身子骨吃药了。张小手，百户，有人来挖你。百户对我有恩，玻璃是百户让我做出了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东西，我不去。巧手从今天起月银10两，跟他一样。另外，你老娘药费陈字号包了，你值这个价。对了，望远镜磨得怎样了？再给我3天，保证看到10里外旗帜。 2条线理清，柳如画南面德昌号部宁远锦州山海关，阿如那北面换蒙古马皮毛，阿如那族人盯科尔沁军事动向，祭祀倒计时2个多月，10万铁骑面前100多人能做什么？必须做一件事，去草原，布置生意，亲眼看蒙古兵力。柳如画、阿如那一起去最好，至少不会背后打架。出发！ 公主，你带了名人来。上次名人来草原卖的盐掺了1半沙子。他打败过后金500骑，他造的盐比谁都好。先看看货。
陈字号标准，每包盐1斤不多不少，每桶酒1升掺水会浑浊，每串珠10颗，颗颗透明。珠子可换何物？10颗珠子换1匹良具，精盐1包换1张毛皮，蒸馏酒1桶换2张兽皮。你记这干什么？做生意不记账，那叫送钱。中原人心眼多，心眼多才赚钱多。那是敖曼部大营，比平时大得多。如果敖曼在集结，说明皇太极已经调动各部，大军可能比3个月更快。阿如那，你的族人科尔沁、皇太极集结时，你们站哪边？科尔沁和后金连了亲，我姑母嫁了皇太极，她是大妃，长老不会公开跟后金翻脸，但我可以。阿如那，谢了。谢什么？帮你不只是因为做生意。王晨，我喜欢你，不用现在回答，但你记得就行。敖汉、喀拉찬、奈南3部兵马已然就位。科尔沁那边，科尔沁部态度暧昧。大妃在我们这边，但部落中有人跟名人做生意。往来对接之人，青山堡、王岑。科尔沁不必强逼，大妃自会周旋。王臣之事，秋后再议。先打通冀州要道，其余皆为琐事。传令全军，8月秋日整军拔营进发。遵命。敖汉部营盘异常膨胀，蒙古各部在集结。阿如那说比3个月更快。皇太极8月出兵时间只剩1个多月，情报线建立，赶快回去。1个多月做3件，骑兵扩30人，望远镜已到手，粮食再囤300担，让阿如那的人盯紧敖汉。后金一动，我第一时间知道。另外，阿如那说想嫁给我，这事儿先不讲，火购这场大捷再说。族长说，公主夸你有本事，但她见过最厉害的商人带300匹丝绸，你带了什么？3辆马车的货，300匹丝绸能用1年。我的货能让族人每月有新物。他说，光会做生意不够，要让部族服气。今晚篝火宴得拿出真本事。今晚宴席准备的是烤羊。是啊，难道你还擅长烤制肉食？烤制的法子不止1种，我懂得更多。他说，吃了60年羊肉，从不知道可以是这个味道。来，以酒会友，一口干了送10颗玻璃珠。好汉子！我科尔沁部的阿如那要嫁这个男人。阿如那，等我打完接下来的仗，活着回来再给你答案。百户，柳姑娘从宁远送来的急信。备马。连夜批了300两，私造军器，走私通敌，够查封。300两买全部家当划算。他不在，男女翻不了流浪。明日一早带人查封工坊，扣下货物，翻出图纸。王臣不肯卖股份，那我就白拿。今晚大好局面，烤羊收服部落，蒙古线已稳。但心中急报，王崇古勾结知县，查封陈字号，私造军器，走私通敌，2条罪足够杀头。柳如画孤身面对官府加晋商，王崇古以为我不在就稳了。他低估的不是柳如画，是我留的底牌。奉知县大人令，陈字号涉嫌私造军器，走私通敌，即刻查封。姑娘，走私通敌这是杀头的罪名。典史大人，这店铺里的货没有一样是陈字号的。精盐德昌号代销，蒸馏酒德昌号代销。大人要扣，请先给柳家一个说法。少耍花样！来人，先封店，货物一并扣押。周伯去青山堡，把那份东西拿给赵参将看。快去！奉知县令查封。典史大人，这是青山堡百户所下军工坊，颗粒火药和千里镜是赵参将亲自签章的军需订单。知县大人的手管得了宁远城的店铺，管不了参将大人辖下的军工坊。店铺的封条不撤，工坊容后再议。刘姑娘，我还以为今天完了。东家，店铺封了，货也扣了，但工坊没动着。那个柳家女人拿出了参将的军需令，衙役不敢进。好一个柳家女人，她把工坊挂在了军头名下。辽东石英砂、碱面、铁料货源本就稀少，即日起，要么断她货源，要么断绝和晋商的生意。回来后，店铺被封，货物被扣，但工坊靠柳如画用我留的军需令守住了，她远超预期，损失惨重，月入减半，库存被扣，原料仅够10天。王崇古必再断原料，我绝不被动。他打价格战，我就以玻璃低成本压价碾压；他断辽东原料，我便走蒙古渠道。铁料最紧，3天就断；石英砂还有7天，碱面5天。供应商全关了门，
一听是给陈字号供货，脸色就变。王崇基断我原料，是因为他以为我只能在辽东找供应商。蒙古草原上有没有天然碱？有，碱湖随便捡，量大便宜。辽东海边石英沙，走柳河屯水路绕开宁远。原料我来解决，但得在所有人面前让王崇先输一次，输到他不想再玩。这两款杯器差别也太明显了，一款通透，一款浑浊，价格却差3倍，这性价比实在说不过去。各位乡亲，陈字号玻璃杯1两1只，批量拿货仅需8钱。王掌柜，您家的彩釉杯定价是否要再斟酌？撤！快看，陈字号把玻璃杯打到1两了，晋商那个琉璃，哈哈，不提了。300两售卖织线用，原料封锁，他从蒙古找了替代。价格战，他把成本打到我想象不到的低。但辽东不是全部，给太原总号写信，辽东有个人手里有比琉璃好100倍的东西，这门生意需要总号的人来看。赢了，玻璃杯成本不到1钱，卖1两人暴利。王崇姑以为我赔本，实则只是少赚。原料倚靠蒙古碱，海边沙走水路解决，绕开晋商。但王崇姑走得太安静，绝非认输，必有更大阴谋。不管了，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商战，是另一件碎发枪。弹簧钢的问题得尽快解决了。这是军器局弄来的弹簧钢，只有这一块够做一支枪。弹簧韧性决定击锤力量，你有把握吗？图我看了7遍，退火、淬钢、会火3步，我试试。太硬了。会火温度呢？百户，我知道了，会火时间不够，钢里应力没消，再淬一次，会火翻倍。成了。百户鸟冲用了10年，不点火绳哪来的火？这能打响？装药试试。它没有火绳，没点火，没点。百户，我跟鸟冲打了15年，每回下雨火绳一失，冲就成烧火棍。要是这再装药，再打。百户，这东西要是能多造几只。比鸟冲弹孔深了2分，50步穿松木板，鸟冲30步都做不到。50步穿松木板，不用火绳，雨天可用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来人，把这份折子800粒加急送京师兵部守。是。王晨，你这个百户给我出了个大题。成了，碎发将提前200年问世，钢条手可量产，只差弹簧钢。报告已送赵参将，必上报朝廷。京城很快知晓辽东百户造出5火绳冲，距边关众便不足2月，静待京城来询。百户钦差圣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辽东青山堡王臣造火器有功，现千里镜立于官用，特召进面圣入兵部呈验，即日起身钦此。臣王臣领旨，谢恩。皇上召百户进京。谢爷爷。入兵部呈验，皇上想看碎发枪，进京不只是献枪，是陈字号走向全国的机会。第一碎发枪2支，张巧手10天能再造1支。弹簧钢还剩1块够了，10天给百户做出来。如画我们还有多少？现银600两，加库存约1100两，带800两，铁柱带20骑兵。有人不长眼，让他们尝尝新枪味道。王晨，我跟你去，京城的生意需要人打理，陈字号在京城开分号，我来盯。京城，那我也得去看看。大汗，民国青山堡百户造出不需要火绳的火铳，50步穿松木板。民国皇帝已下旨召他进京。不需要火绳，雨天也能激发。是，我们走喜峰口，沿途山地多雨，
如果明军有了雨天能打的火铳，在我的大军到达前，这个人不能活着进京。半年前还是饿肚子小齐，如今奉旨进京，这不是嘉奖，是入局券。京城朝堂全是老狐狸，边镇百户区必被吞，不能只带枪，要带筹码。距边关重变只剩2月多，进京面圣要关，京城开陈字号，预警边关重变最难。皇帝未必信，但不说便是几10万条人命。出发。不对劲儿，2刻钟了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车上的人，银子留下，人可以走。铁柱，用新家伙。下雨时鸟冲，你的火绳在哪儿？没有火绳，归火铳，放！兄弟们，轰！谁派你来的？爷饶命！是京城来的人，给了200两银子，拦住从辽东来的商队。京城来的人长什么样？穿着青衣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像个读书人的跟班。京城，阁老，石门山的人失手了。那个百户有一种不用火绳的火铳，雨天也能打，50多个人没挡住。不用火绳有意思，不拦了，让他进京。一个边镇百户到了京城，不用我动手，自己就会犯错。越是有能耐的人，越容易得罪人。盯着他，他见了谁，去了哪儿，说了什么，一个字不漏的报给我。遂发枪首战，打死2个，吓跑50个，战绩拉满，铁柱10枪如命。关键是京城来人试探，朝堂已盯上我。柳如画第一次见到战场，晚上没吃饭但没哭，心性极硬。3日进京，试探者尽管看，我王晨入京做生意，顺便改历史。正阳门外，比宁远大了100倍。是啊，我们的铺子如果能在这条街上活下来，就能在全天下活下来。月租15两，中介费45两。牙行规矩是1个月，你报3个月，因为我们从辽东来的，上月成交月租12两，多一文物换一家牙行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陈字号开业大酬宾，玻璃杯买1送1，今天一天只限今天。爷爷，这是水晶做的？不是水晶，是玻璃，比水晶还透亮。我要1只，我也要。去看看他那个买1送1是怎么回事。哪儿买的？多少钱？真的买1送1？正阳门外叫什么陈字号？快去！今天最后一天。阁老，那个百户在正阳门外租了铺面，排队说用了一种叫买1送1的手段。正阳门外，他倒是挑了个好地方。他见过徐侍郎没有？还没有。但徐侍郎的家仆今天去了那家铺子。继续盯，重点盯他跟举荐他面圣。我需要提前知道。开业第1天，买1送1的套路在明朝也好使，果然人性不变。柳如画今天太猛了，砍价砍得老王头脸都绿了，活脱脱古代女 CEO。但最重要的还是面圣，徐侍郎的家仆，他在观察我，让他观察我的玻璃和碎发枪就是最好的名片。老夫姓徐，兵部转来的呈报里提到你们家百户造了一种不需要火绳的火铳，老夫来看看。先生稍后，我去请百户。这玻璃你是怎么做到完全透明的？西洋人送来多少有气泡，你的没有。温度要到1200度以上。你说度，你知道怎么量温度？徐大人，我知道的不止温度。这是何物？白光不是一种颜色，是7种混在一起的。透镜把它们分开了，这叫光的折射。书上看的。什么书？一本还没传到大明的书。王百户，你所知道的这些如果是真的，大明的火器、天文、律法、算学都可以重写。所以我来京城了。徐大人，我需要一个机会。见陛下的机会，我会举荐你，但你要做好准备。陛下朝中已有人不想让你出头。面圣那天，你只有1次机会。那条彩虹，老夫活了63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东西。他答应了。徐侍郎今天去了陈字号，从午后待到深夜，两人谈了6个时辰。能让徐侍郎谈6个时辰的，不是普通的边镇百户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军户得到底薪，这种人最危险。面圣可以。成了，徐侍郎答应举荐我面圣，有他举荐，我便不再是普通百户。他问我技艺来源，我只说书上看来的，他信了。重财不重仪，现银1000余两，面圣在即，温阁老必在事后办，无妨。我不只有枪与玻璃，还有杀手锏，边关重变预言。如果这张牌打对了，温阁老的弹劾就是废纸。帽子要正，腰带要紧，手不要揣在袖子里。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谁是你妈？口误口误。我来晚了。阿如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进京了，后金大汗也在盯着你。有几个后金的细作从沈阳出发了，往京城方向来。我来给你带个信，还不确定，但他们知道你在北京。王晨，你要小心。后金细作在京城，面圣前夕，暗流已经涌到了门口。明天面圣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想清楚，要不要在金殿上预言边关重变？说了有2种结果：皇帝信你一步登天，皇帝不信当场下狱。不说，赏几百两银子打发回辽东。说，
你要是只想做个百户，就不用跑1000多里路来京城了。人在正阳门外，铺子叫陈子豪，有20个骑兵护着，那2只冲也在那里。不急，明天他要进宫面圣，等他进了宫，不是现在就杀。大汉的命令是不能活着占据，让他面圣。走山海关那条路，我们没拦住他，在京城，他没地方跑。明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，面见皇帝。策略定了，3步走。阿如那和柳如画中间隔一堵墙，都在想同一件事。兄弟们，我在明朝居然也有了这种烦恼。行了，别想女人了，明天该改变历史了。你便是来自边镇的王臣，朕听闻你制出新式冲蟹，呈上来一观。这就是不用火绳的秘密。回陛下碎石击发，扣扳机击锤打下碎石撞钢片，产生火星引燃药池，无需火绳，无需明火。打得响吗？请陛下恩准臣当场演示。准，在殿外打。遵旨。打。好，再打一次。有意思。但鸟筒也能打中50步，比鸟筒强在哪儿？回陛下，强在3个字：不怕雨。不怕雨。你知道我大明最大的问题？阴雨天气，火绳一失，10万火筒等于10万烧火干。陛下，臣斗胆请教，如果有一支军队从北面来，走蒙古草原和山地，一路多雨多雾，我军鸟冲全部失灵，对方骑射不受影响，该怎么办？从北面来，走蒙古多雨山地，你是说后金可能绕到蒙古的？臣不敢妄言，臣只是在想，如果有这支不怕雨的冲，在那种天气地形下，是不是能保住京师？陛下，王百户所造之冲，雨天可激发，意义重大。臣建议教兵部承宴，拨营扩产，北面来敌之推断，边防大计宁可信其有。臣复议加强计阵防之，3个月50支，半年300支。准。交兵部役，赐银500两，留京听用。谢陛下。老师，那个百户在御前议论边防，以百户之实与军国大事不合规矩，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？他说的对，后金绕到蒙古的可能性，兵部3个月前就有人提过折子。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每句话都踩在点上。这种人如果不是天纵之才，就是背后有人在操纵。写一份折子，查王臣的来历。成了，第1步完成，献枪成功。皇帝自己说出了绕到蒙古。徐侍郎一句臣附议，把温阁老的嘴堵上了。但我看到了温阁老的表情，他没反对，他在等，等我犯错。穿越者的身份经不起深挖。后金大军南下，能不能赢，只有打了才知道。臣有本奏，臣弹劾百户王臣3罪：其一，以百户之卑妄议边防，蛊惑圣听；其二，无凭无据断言后金绕道，此言若非妖术，便是通敌；其三，此人军籍抵当，模糊来历不清。臣请只将王臣交锦衣卫查办。王臣，温阁老参你3罪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回陛下不敢辩，臣只求一件事，请陛下准臣当殿演示，臣的妖术到底是什么？臣请殿前示。这不过是江湖方式的障眼法。阁老说的对，如果只是变色，确实是障眼法，请阁老看好了。仙术，这不是妖术，也不是仙术，这是格物。铜锈燃绿因铜遇火变色，食盐燃黄因盐性使然，醋与碱合生出新物，遇冷则凝。王百后所言，非妖非方，乃正学也。你还知道什么？臣知道怎么让大明火器再也不输给任何人。传旨，王臣加衔火器监造专司新式火铳量产，拨银1000两，兵部工部配合，不得阻挠。谢陛下隆恩，朕要看到100支枪，3个月。臣领旨。消息确认了，皇帝封他做了火器监造，专门给朝廷造枪。那就不能等了，造枪的人比枪更危险。弓箭对付不了火铳，但对付造火铳的人，一支弩箭就够了。告诉沈城，王臣已确认为最高威胁，请大汗批准除掉他，在他的枪变成100支之前。火器监造听着挺牛，实则破院子加1000两空头支票，跟那创业基金似的，钱少人少，期望还高。温阁老说不急，是换打法了，最显示后金细作。火器监造等于把心贴脑门，2个月要建作坊，招工匠，量产碎发枪，还得防温阁老家后金刺客，比996很多了。大人，咱在城墙上站了1上午了。你看骑兵冲锋需要多长时间？全速冲1炷香不用。鸟冲能打几轮？2、3轮顶天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那是蓟辽都使的旗。你是什么人？火器监造王臣，造枪的。你跑到广奇门城楼上来做什么？回都师大人看地形，地形是将军们看的，你一个造枪的看什么地形？都师容禀，
陈造枪必须知道枪在哪儿打，怎么打。这是陈为广渠门设计的火器防御工事。传统城墙只得有死角，改成尖角突出，每个尖角架火铳左右交叉射击，没有死角。这个尖角，如果敌人集中攻一个点呢？尖角两侧互相掩护，交叉火力，攻一个点挨两边枪。如果这些是碎发枪，不怕雨射速快，火力密度至少3倍。若我的骑兵从此处迂回驻防呢？你的守城器役稳固前路，我的骑兵侧翼协防，可阻来犯之众进退。将军大人，臣只善打造器物，排兵布防还需倚仗你。明日起，你的人手进驻边城要隘，着手修建防御工事。我调1000民锋供你调度。大汗，京城细作来报，明朝新丰火器监造王臣造了无需火绳的新天可射。一个人1种枪，能挡住我10万铁骑，一个人不能，但给他时间100至1000支，再配尖角攻势。臣建议出兵提前半个月，不给他造枪的时间。好，传令，10月初出兵。毒师比我想象中厉害，我只给他看了防御面，他一眼看出了进攻面。冷宝即刻开工，1000名民妇到位，后金加速集结，10月初就动。温阁老一城安静，越静越险。1月后，此地必成战场，10万骑兵将踏平开阔地。但都市内没玉佩一路，我忽然觉得这仗或许真能赢。陛下，800里加急！他说的全对了。2个月前，那个百户，他说如果有一支军队从北面来走蒙古草原，传旨召火器监造王臣，立刻不等天亮。王臣，10万后金兵已经过了长城。臣知道了。你知道？你2个月前就知道。朕问你，广渠门，你的那个灵堡建好了吗？回陛下，主体已成。3座灵堡工事覆盖广金门外300步，碎发枪32支，定装弹药1800发，不够，但臣在日夜赶制。温阁老说应该议和，朕不想和，但朕也怕。10万铁骑，京城守军不到5万，一半是老弱。王臣，你说实话，这一仗能不能打？陛下，臣已备好大礼，广渠门冷堡交叉火力，碎发枪不怕雨雪，骑兵侧翼待命，他们过不去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广渠门防务片命行事，3品以下先斩后奏。臣领旨，打不赢，臣与广渠门共存亡。今晚第一次，他的手不抖了。辽东抵挡，王臣世袭总旗，邻里证词，此人3年前突然变了一个人。老师，这不就是……不急，现在谈何是自找没趣，让他打仗，打赢功高震主，打输给朝臣交代。尚方宝剑如朕亲临，上辈子是项目经理，现在比 CEO 还牛。皇帝赐剑是没选择，但广渠门之战历史上赢过，加了灵宝和碎发枪，胜算更大。温阁老的调查突然变了一个人，打完仗再算。3天，最多3天。大人来了，听好了，前排打完孙下，第2排上前打，循环不停。你们练了20天，今天跟练的一样。对发枪，第1排放，第2排放，3排放。这什么枪？这什么枪？大汗，让我带正白旗冲一次，砍了他们枪响。不冲了，3000镶黄旗，半炷香，就那几10支不需要火绳的枪，配上尖叫攻势，半炷香打退了我3000人。如果他有300支、3000支，大汗，这个王臣不能留了，他是最大的威胁。赢了，广渠门第1战赢了，但这不是胜利，是预期内的结果。3000骑兵损失400，不算伤筋动骨，后金还有9万多人，弹药消耗400发，还剩1400。再来2次这种规模的冲锋，弹药见底，弹药打光冷堡就是一堆土。后金大还没撤走，退了3里，再看，再等，再想下一步怎么打。这场仗刚开始。大人，您确定这玩意儿飞得起来？试了12次，前4次掉了，后8次飞起来了。放烂绳，留2根。
天兵下凡了！右一远一放，右一远一放，放！打得好！大人，您真是不要命！王大人，紧急军情，城里在传，那个王晨他为什么知道后金进攻路线？他本来就是后金的人，他在天上看的不是敌人阵地，是咱们京城防务。反间计来了。历史上就是这招搞掉都师的。谣言说通敌皇帝起义下狱凌迟，现在用在我身上。今天下午全城喊天兵下凡，今天晚上就有人说我在后金细作，人心比战场更难打。皇帝会信吗？会。温阁老手里还有那份突然变了一个人的材料，碰到一起就完了。臣有本奏，臣弹劾火器监造王晨通敌叛国。一个来路不明、3年前突然变了一个人的百户，后金为何对他如此忌惮？王晨，你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臣不便，臣请旨交还上方宝剑，辞去火器监造及一切军务。臣只留一个铺子，做个卖玻璃的小商人。敌人想除掉的人，就是我们最该保住的人。剑，你拿着。广渠门的仗还没打完，朕信你，但你也要记住，朕的信任只给一次。王晨交出了兵权，但皇帝又还给他了。反击转移对他无效，明朝官场最高明的自保术。无效，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。皇帝说了信任只给一次，那位都师千里回援，功劳盖天，把那些通敌之证据换个名字，不用王晨了，换成都师。好，我活下来了。子无上辈子看电视学的，主动把权力交出去，等于说我没有野心，比便捷有用。但是我挡住了。都师呢？后金的反间计历史上就是用来搞掉都师的。我活了，但如果这把刀转向他，距离都师被捕还有不到10天。都师一事，谁有话说？既然无人，千里回援是通敌吗？血战广渠门是通敌吗？臣不信。大理寺自会查清。退朝。王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都师大人，我在朝堂上替您说话了，没有用。不该替我说话，皇帝不想听，他已经决定了，通敌只是借口，真正原因，我的功劳太大了，千里回援没有圣旨，在皇帝眼里，这是威胁。冷宝，碎发枪3段轮射，如果辽东全装备你的打法，后金永远打不进来。王晨，辽东交给你了。我会的。老师，王晨在朝堂上为都师说话了，这不是正好坐实？王晨为都师说话，这叫义气。皇帝不会因为义气治罪，但都师倒了，功劳只剩王晨一个人扛，功高震主，这把刀不需要我们磨，皇帝自己会磨。都师被抓了，我知道这一天会来，站在朝堂上说了一堆，皇帝听都不想听。他在乎的是控制，现在这4个字还管用吗？我改变不了都师的命运，但辽东，也许我能做点什么。先打完这场仗。守卫12人40称换班，内层4人不换班，牢门2道铁锁。那层钥匙，上次进去是偷配的。我去见他一面，问他自己的意思。都师大人，我有办法把你带出去。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我死了之后辽东怎么办？我逃走，坐实通敌，辽东军心瞬间崩溃，10万将士不信了。第三，你帮我越狱，你也完了。把钥匙收起来，我不走。那你就等死吗？有些事比活着重要。我死在这里，辽东军心还在。你替我做那些我做不了的事。
好。都师大人，大汗，京城消息，都师已下狱，反间计成了。冷宝没有骑兵配合，只能守不能攻。退兵前再攻一次广渠门，打不动就撤。放弃了，我放弃了救都师。他说的对，每一条都对。可理性有什么用？他穿着囚服站得比谁都直。浩进退兵前会不会再攻一次？没有都师的骑兵，我留着他，将来也许用得上，也许永远用不上。但我留着。大人，这次他们来真的了。热气球呢？45支碎发枪3排，但骑兵没有。让阿如娜上去，他比我轻。都师，看着吧。左翼，调鸟通手支援。该死，左翼藏了伏兵，所有火炮转向左翼，根据热气球校射。大人，弹药还够3轮，把备用弹药全部动来，现在！没有都师也守住了。王晨，你在广渠门守了40天，没有一个敌人踏入城门一步，朕赏你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朕要组建新军，由你统领，兵额3000，全部装备你的新式火铳。臣斗胆请问陛下，都师大人的案子，大理寺在审，管好你的新军。大汗，此次虽未攻破京城，掠获人口6万。王臣，此人不除，大晋无宁日，他会造更多的枪，训练更多的兵，告诉京城的细节，不惜一切代价盯住他。游击将军从3品，新军3000，可高兴不起来。都师还在赵玉里，他的辽东交给我了，应该给赵玉里那个人。先把新军建起来。他还说了让我去南京采买军需，南京，另一个世界。王将军，好铁要好价，1两3钱一斤，不能再少了。火销更紧张，1两5钱一斤。3位，我从京城来，带了兵部采办公文。这批军需走的是官价，高度市价。卖玻璃我可以给3位优先的代理权，条件军需按官价走。官价可以谈。代理权怎么个优先法？只要各位有铁料，我们衙门可以优先收购。王将军，这是秦淮河上的头牌苏婉儿姑娘，赏个曲钱。姑娘这曲尊弹得不错，值多少钱一首？将军说不错，那便是不错。至于价钱，将军不妨自己定。5两，公道价。姑娘技艺精湛，告辞。王将军，您这就走了，夜还长着呢。5两，还真是个妙人。老师，王晨去了南京采买军需。南京好地方，给南京的朋友们写封信。王晨要买铁料和火销，让他们配合，高高兴兴的卖给他，价格让他多花点银子，账目做漂亮一点。打仗的时候动不了，现在不打仗了，账目才是最好的武器。南京跟京城完全不一样，银子比官印好使。谈判搞定了，代理权换官价，划算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弹琵琶的技艺是真好。行了，别想了，先把军需搞定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陈字号，京城第1号。这东西当真是自己造的？自己造的，1两，你选。丝绸商会向代理独家销售权，利润37分。3年独家不行，半年试用期，代理权不收银子，但你得帮我办一件事儿。成交。王将军觉得如何？姑娘，你挡着我看账本了。好，好一个王将军。王将军明日午后醉仙楼3楼，婉儿请您喝茶，不谈生意。喜欢，但不急。去打听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，在京城做过什么。老师，王晨在南京开了分号，和丝绸商会签了代理协议。供给宫廷好大的胃口。他在南京待多久，让商帮们配合，什么都卖给他，但账目要漂亮。一个武将拿兵部银子在秦淮江喝花酒，这个弹章比通敌好用多了。分号第1天流水40两，代理搞定了。织造局如果打通，
准皇商，还有苏婉儿，他越想不通，就越会来找我。别急，都师，等我回去。说好了不谈生意，不谈。好茶。昨日婉儿弹了1刻钟的琴，将军全程在看账本。是装的。前天在画舫上一口酒没喝，昨天突然不听了，不合理。秦淮河的规矩，诗酒相敬。婉儿出3道题。武夫作诗，且看他怎么出丑。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尽有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好诗。第2题，婉儿弹一段曲子，将军用词来和。天青色染春山，烟雨落江南。边关月照归人，灯火映河湾。你执剑守河山，我拨弦寄平安。王将军，这是婉儿听过最好的唱和。苏姑娘的琵琶也是我听过最好的伴奏。第3题，将军自己选，诗词曲赋随意，但婉儿只有一个要求，要真的，不要背的。送卷沙，满城崖，寒枪影落下。望北归，雁声哑，故里隔天涯。雨打窗，纸灯黄，笔墨染青霜。盼君归，鬓微霜，莫负少年郎。王将军，你懂。苏姑娘的琵琶也懂我。禀大汗，那个王臣没有在京城，他去了南京。南京？他去南京做什么？采买军需，顺便做生意。此人在南京开了商铺。我不关心他开什么铺子，如果能偷到碎发枪的图纸，不要图纸，我要人，能造这种枪的人，活的。明朝上青花瓷打动苏婉儿，她本是官家小姐，负罪若难，困教坊司7年。我懂被当工具的滋味，从不把她视作物件。现下银两近2万，生意流水见涨，拉拢她便能握秦淮情报网。但温阁老检定，需谨慎行事，明日便敲定赎身正事。不喝茶，我来赎人，苏婉儿。开个价，1000两，成。琵琶、衣裳、首饰另加500，成。昨天有人传话说苏婉儿低于3000两赎不得。3000两，把人的卖身契也给我。婉儿，谢王将军赎师之恩，婉儿愿。别跪，你不欠我的。将军花了3000两，婉儿怎么不欠？拿着，这是你的。将军要婉儿做什么？不做什么。将军花了3000两，不求回报。姑娘，3000两能买很多东西，但买不了一个人。人不应该是商品，路费我出。王将军，婉儿哪儿也不去，婉儿要跟着将军。随你，但有一条，跟了我不许跪。自由了。自由了。 3000两不要人伺候。姐姐，她说人不应该是商品。给了3000两，他也给了。给了，利索的很，一叠银票摔在桌上。哼，好，3000两赎一个歌姬，用的是什么银子？军需采办的公款，还是陈字号的私账？老师说的对，账目果然是最好的武器。3000两，手头还剩17000，分号流水在增长，一个月回2、3千，不至于伤筋动骨。不过苏婉儿值这个价，秦淮河7年的人脉，卖身契给了他，这不是 MBA 教的，这是做人。南京分号半月流水700两，净利约350两。玻璃杯可以分3等，上等2两，中等1两，下等5钱。少爷，柳小姐来了，从京城来的，带了6个人。这位是姐姐好，婉儿是苏婉儿，承蒙王将军相救，暂住此处。3000两赎一个歌姬。那个如画姐，叫我刘掌柜。京城的账已经对不上了，我来查账。骑马一路追来，累死本姑娘了。又一个。2位姐姐，旅途辛苦，请喝茶。苏姑娘，你在帮王晨算账，婉儿只是帮忙看看数字，姐姐才是真正管账的人。我不管什么账不账的。王晨，你又招惹女人了。我没。火箱供应被人劫了，来南京找替代渠道，顺便查账。800里加急，京城来的。都师要被处斩了，凌迟。8月。婉儿留在南京，替将军守着分号，等您回来。都师，等我。老师，王晨会回来的，他会闹。他当然会闹，但法司已判皇上已准，他闹一个武将
替通敌的罪臣鸣冤，这叫什么？同党。对，让他回来，让他闹。灵石，崇祯3年8月，历史上的真实事件。我一直在拖延，在想办法，但最终还是来了。经济现金约17000两，南京分号交给苏婉儿，她有商业天赋。回京第一件事，启动新军筹建，3000人。如果都师真的，新军就是唯一能稳定辽东的力量。都师，我来了。陛下说了，都师之事3法司一审铁案如山，不准，请回吧。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都师绝非通敌之人。都师的案子证据确凿，但过了线是东夷。王将军，你很聪明，老夫欣赏你。回去吧，保住自己，才能保住你想保的东西。卖国贼！一生事业总成空，半世功名在梦中。死后不愁无勇将，终会依旧守隆冬。我知道这会发生，我尽力了，但我改变不了。历史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都师死了，崇祯3年8月16日，跟历史书上一模一样。我穿越了1年多，造了燧发枪，打退了后金，赚了几万两银子，但我救不了一个人。有些东西不是知识能改变的，是这个大明，从皇帝到百姓都觉得都师该死。忠勇拍拍，皇帝赐的，我把它翻过来了，面朝下。忠勇2个字，今天之后不配挂了。不是我不忠，是这个朝廷不配，但百姓不一样，百姓是无辜的。他们骂都师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只是帮大明，我要取代他。百户，人齐了，3012个，多出来12个是厨子和马夫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有一个新名字，征家军。征是琵琶弦响的声音，铮铮铁骨，宁折不弯，也是一个人死前弹的最后一根根弦。从今天起，我训练你们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是为了以后不再有那样的事。王将军，练兵嘛，看看就好。时辰不早了，不急，请大人看一样东西。第一列预备，放。第2列上前，第1列退后装弹，放。第3列上前。这是什么打法？现列步兵3段式轮射，1分钟6轮齐射，在100步以内没有骑兵能冲过来。王将军，这还是明军？不，这是征家军。阁老，3000精锐啊！如果这支军队只听王臣一个人的，老夫知道。征家军的军官全部是王臣自己提拔的，营长以上没有一个是朝廷的人。3000人全装速发枪，只听他一人，这叫什么？私兵！去找几个御史弹劾，罪名养私兵，结党营私，有不臣之心。可是陛下对他十分倚重，正因为陛下倚重，才要早动手。大明朝武将养私兵，上一个这么干的人，来个。征家军成了，3000人全装燧发枪，3段式轮射6轮每分钟，17世纪顶级水平。今天的演练，兵部侍郎加3段式轮射，比当前欧洲领先150年。周哥来了，周阁老头上看了一个对付，温阁老是阴的，慢慢布局；周阁老是阳的，直接弹劾。一暗一明，两面夹击。都师，我给你看看，你的辽东，我在保。苏姑娘，又一家退了，城西张继不双把代理权退了。第几家了？第11家。去查。苏姑娘在忙，汪某来看看。汪掌柜稀客。陈字号退出南京，我们补偿5000两，体面。汪掌柜5000两，够不够我们3个月的损失？生意场上没有什么够不够，只有汪掌柜，这是昨天京城来的信，王将军的亲笔。5000一个玻璃杯，之前要1两啊！他们亏得起，有京城军工作坊，有北方供应链，结得了渠道，结不了他的生产线。掌柜，苏姑娘来了。婉儿来不是落井下石的，是来谈合作的。徽商13家加入代理网络，利润55分。苏姑娘，你们王将军怎么说来着？将军说跟我玩商业战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比我预想的还厉害。等他再嚣张一点，一个武将，兵权、商权，甚至秦淮歌妓都收了。等他的把柄多到皇上都遮不住，我们一起动手。商战打赢了，但代价不小，3个月5车销售，亏了大约4000两，但赢回来的更多。徽商13家的渠道加上丝绸商会，陈子豪在江南覆盖6个府，月流水从几百两涨到3000以上，半年回本。不过温阁老和周阁老迟早联手，
南京每一笔账都可能是把柄，需要能帮我说话的人。辐射，舆论。打仗的人也来文会。王将军久仰。张先生客气，王某不会饮食，今天来是谈一件事。这是什么？报纸，一种新的传播方式。张先生，复社有多少人？1000余人，遍布江南各府。你们写的文章有多少人看得到？如果我有一种办法，能让你们的文章在3天之内传遍江南，不是几百人，10万人。王将军说笑了，除非天上掉字。活字印刷加上异地系统，我出钱建印刷坊，你们出文章，每7天出1份，定价2文钱1份，1000份传万人，10000份则达10万众。王将军，谁来审文章？你们复社审稿，审稿权在你们手里，朝廷会允许吗？这不叫报纸，叫惊爆增奸，不犯禁。给我半年，我让整个江南都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这叫舆论。好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不能替你歌功颂德，我们写事实。成交。我就喜欢说真话的人。王晨最近在南京见了复社的人，属下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在谈印刷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不重要，他在拉拢文人，兵权、商权、文权，他什么都想要。派人去南京盯着他，盯着复社，我要知道他们每天说了什么，印了什么。遵命。文人最不可靠，也最好利用。报纸，这是我在明朝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。皇帝垄断奏事权，文官垄断读写能力，我要打破这个垄断。不过锦衣卫一定会来，周阁老不会让我轻松拉拢文人。婉儿，帮我盯着锦衣卫。将军放心，秦淮河上没有婉儿不知道的事。这就是陈字号。王晨在不在？王将军在丰台大营，阁下是？锦衣卫北镇抚司，奉命查案。王晨涉嫌挪用公款、私塾割据，与复社结党，限3日内到北镇抚司。3日内，知道了，请回吧。刘掌柜，陈字号的账册3日内一并交上来。陈千混，久仰，来来来，我带你转转。王将军，你知道我来做什么的？知道。陈千利，我知道你是周阁老派来的，周阁老让你盯着我，对不对？别紧张，月俸多少？40两，40两不够养家，上面吃肉，下面喝汤，每月给你100两。你的2个孩子送去新式学堂，你让我做什么？周阁老让你查我，你照办，查到的先让我看。兄弟，跟我干，保你前程似锦。回去的报告怎么写？写无大过，但仍需监视，建议长期驻派，这样你就有理由一直留在我这里。王将军，你这人够狠，不是实在。将军又在画饼了，这饼真香。那无大过，让陈虎继续盯着，不急。锦衣卫千户收了，每月100两，加孩子读书，便宜。他的情报价值值1000两。陈虎不是坏人，只是穷。周阁老派他来给了什么好处？大概什么都没有，利用完就扔。现在兵权有了，商权有了，文权有了，情报线也有了，4条线，将来动手缺1条都不行。督师，我再按计划走。公主殿下，该去请安了。小翠，你知道王晨这个人吗？那个游击将军，太监们说他会天雷术，火铳比雷还响。他还开商铺造兵器打商战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殿下，您不是又要偷跑出去，已经被罚了3天金了。那就让他再罚3天。祖宗哎！姑娘当心，兵部又克扣了，军饷只拨了1半。少爷，3000弟兄饷银怎么办？我自己垫。靠，这皇帝老儿咋就不听人劝呢？军饷不能再克扣，辽东兵都跑光了，修宫殿能挡后金骑兵吗？算了，铁柱走，去兵部催催。他敢骂父皇，但他骂的是对的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卖糖葫芦嘞！后金的手艺，蒙古人不会这么缝。后金的细作，进京了，而且不止1个。
后金细作进京了。阿如那追了3天，意味着线索断了。京城里有这件事比朝堂博弈更危险，后金细作可能要我的命。今天店门口那个小姑娘穿粗布衣服，但走路不像明天家门口那个小姑娘，可能是大户千金，但走路不像普通人。要是只有3人，另外进出登记，明天家铁箱子里东西越来越多了。这铁箱子里东西越来越多了。我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。一个肉饼而已，你要不吃我扔了。好吃。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月。天上会飞的铁鸟，比鹰还大，能坐几百个人，从这头飞到那头，1天就到。铁做的鸟能坐人？还有不用马拉的铁马车，比800里步机还快。还有楼100层。比皇宫还高。你说的那个世界真的存在吗？也许只是我做的一个梦。这只金步摇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东西。阿月不是他的真名，这只金步摇宫里的东西，只有皇家才用得起这种工艺。商号运转正常，军费储备足够半年，但前方的局势变数太多。少爷，张巧手今天出去喝酒，一直没回来。去找张巧手，身上有东西不能丢。图纸丢了，后金要是拿到这些，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火冲的秘密。今天得了一只金步摇，丢了一份火冲图纸。阿月的身份不简单，但图纸这才是真正的危机，一得一失是致命。传令，全城搜查可疑商人，封锁各城门，图纸不能出京城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臣参征家军统帅王臣5条大罪。其一，私蓄钱兵，私自募兵，不听节制；其二，结交文朋，私刻文好，妄议朝政；其三，采办物资，账目不清；其四，私动银钱，奢靡失仪；其五，拉拢宫内职守，图谋不轨。5条大罪，条条够杀头。王臣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逐条回禀。亲兵编制，兵部核准，军策存当，是新军而非私兵，此为朝廷批文，可核证。文人结社合规，刊印文稿无违禁一字，朝堂日日议事，何来妄议一说？军需采办，皆为官价入账，详细局权。有请周阁老指出不实之处。熟人所用为个人私银，贵驴银票有据可查，从未动用公当。所谓拉拢职守之人，乃是您亲自委派核查官员执行公务，难道您自认委派之人不可信？以商养军，没花朝廷1两银子，私取兵马，征家军粮饷是臣自筹，勾结外族。阿如那为征家军立过战功。至于第5条图谋不轨，臣要问周阁打一句话：8个月，朝廷拖欠辽东8个月军饷，臣的征家军8个月没拿到1两银子，臣的兵饿着肚子守边关，朝廷1粒粮都没给，臣自掏腰包发军饷买粮草造兵器，谁图谋不匪？弹劾弹不倒他，那就换个法子升他的官。升官？升他做辽东总兵，正2品，把他送到前线去。粮草军饷都得经过兵部，兵部归朝廷管。他在前线死活由我。今天朝堂上显过，周阁老的弹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站在暗处没说话的温阁老。温阁老一句话没说，但散朝后他跟幕僚走得最快。这种人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必是杀招。但皇帝听到8个月欠饷时动了，只要皇帝还在听，就有机会。还有，屏风后面那双眼睛，朝堂上所有人都在看我，但只有那双眼睛不一样。经济稳，军事够用，但朝堂上的刀比战场上的刀更难放。铁柱，去把柳如画请来，有事商量。辽东又要加兵，哪儿来的兵？陛下，经营可以抽调，但经营本身已经不足额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个想法。王将军的征家军3000精锐，不如让王将军率征家军赴辽东。臣建议升王将军为总兵，正2品，
节制辽东镇右路兵马，捧杀。王晨，你怎么看？臣领旨。好，王晨，朕升你为辽东镇总兵，从小旗到总兵，穿越2年，从管50个人到管数万人。正二，温阁老好手段，升他，然后在辽东让他消耗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少爷，您升总兵了，正2品。辽东镇总兵，别急着恭喜。你知道辽东是什么地方吗？山海关、宁远、锦州、沈阳这条线就是辽东防线，后金就在线的那一边。那我们3000人够吗？不够，但这也是机会。辽东是前线，也是我自己的地盘。天高皇帝远，铁柱传令，全军整备，3日后开拔，目标辽东。3000征家军，整齐的碎发枪，他们会让那个地方变得安全。大汗，明朝调了一个新总兵来辽东，叫王晨，他来了，好，来了更好，让他来，我要亲自会会这个造天雷的人。总兵，正2品。从穿越那天算起，2年0 3个月，从管50个人的小旗到管1万多人的总兵，但这不是皇帝赏识我，这是温阁老的捧杀，把我推到辽东，远离京城的权力中心。但我选择接受，因为辽东也是我需要的，也是我需要的。煤炭、军工作坊，天高皇帝远。公主，阿月，去辽东之前，我得跟他告个别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辽东，我来了。你明天就走了，去辽东？阿月，你怎么来了？辽东很危险。但总得有人去。王将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是？我不叫阿月，我是公主。你骗了我1个月。你也骗了我，你说你从那个世界来。那是真的。如果我一开始告诉你我是公主，你会给我肉饼吃吗？会跟我讲铁大鸟吗？我喜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人。你敢说真话，我不在乎什么身份，我只在乎你。他心软了1秒，但只有1秒。公主殿下，臣不敢。为什么？身份悬殊，按大明的规矩，驸马得参政。臣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辽东、新军、天下这些事不能停，规矩可以改，就因为这个，因为规矩。公主殿下，等臣回来，等臣有了足够的力量，规矩就是我说了算。你说等你回来是承诺吗？算是。那我等你，但你不许死在辽东。不会，我从300年后来的，命硬。王将军，你还欠我一个肉饼。陛下，公主殿下今天又偷出宫了，去了丰台大营。朕的女儿有能力，有对王臣有野心，王臣驸马可以笼络她，但驸马不能参政，这会废掉她的政治生命。等她从辽东回来再说，先看看她在辽东的表现。公主，她居然是公主。阿月是假名，金步摇是皇家的东西，我拒绝了。不是不动心，而是现在不能接。驸马不能参政，不说了，把袖鹞子，一只金步摇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未来。辽东，明天出发。臣王臣叩见陛下。帝王术，让你等，让你猜，让你不安。王臣，明天就出发了。辽东局势危急，你有把握吗？臣不敢说10成把握，但臣带了3000征家军，都是能打的兵。朕听说朕的女儿昨天去了丰台大营。陛下，朕没有问你，朕在告诉你，朕的女儿跑去见了一个武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臣知道，臣有罪。你有什么罪？是朕的女儿自己去的。王臣，朕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朕的女儿，你喜不喜欢？陛下，臣不敢欺君，臣对公主殿下确有爱慕之心。你倒是坦诚，别人听到这话早吓死了。臣愿意，但不是现在。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敢对皇帝说不是现在。陛下，驸马不得参政。臣如果做了驸马，辽东谁去？征家军谁带？等臣从辽东回来，等大明不再有亡国之忧，那时候臣再跪请陛下赐婚。行，等辽东回来再说。但如果你回不来，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臣一定回来。王将军，信任这东西，用一次少一次。皇帝单独召见了王臣，王臣说愿意，但不是现在。愿意，但不是现在，好深的心机。如果王臣做了驸马，再想扳倒他，难如登天。他说不是现在，
我们还有时间。时间？他打了胜仗回来，皇帝赐婚，我们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不能让他打架，让辽东的粮草归兵部管，兵部归朝廷管。打不了胜仗，就回不了京城。刚才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危险的话，对皇帝说，不是现在。皇帝笑了，但那个笑不是好女婿的笑。帝王欣赏你的时候，也是考量你的时候。温阁老一定不会坐视不管，粮草军饷他都能动手脚。辽东不只是跟后金打仗，还要跟朝廷里的人打仗，前方杀敌，后方挡刀，这才是真正的战场。就我们2个，用不着这么多。还有几个人？王晨，我来了。哎，柳姑娘也在。王公子。我是柳如画，陈字号京城总管。你呢？苏婉儿，陈字号南京分号总管。哎，你就是秦淮花魁，王晨跟我提过你。完了，全来了。王将军，他们都是你的。这位姑娘，你是？我叫阿月，是王将军的朋友。朋友王晨，你还有多少朋友？婉儿从南京赶来4天4夜，就是想见你一面，没想到这么热闹。你从南京来的，为了见他。是。姑娘呢？我也是为了见他。都坐下，他明天就出征了。今晚别闹。明天他就走了。今晚不问过去，不争将来，就送他出征。少爷，4个，这是要翻天了。他来了，好。他脑子里的东西比10万大军还值钱，我要活捉他。今晚可能是穿越以来最惊险的一个夜晚，比被伏击还刺激。柳如画，永远最稳；苏婉儿，不说话是最可怕；阿如那，不傻；公主，16岁能忍住不亮身份，比我想的更聪明。后勤大汉在等我，8万铁骑，前面是辽东，后面是4个等我回来的女人。这比考公务员难多了。叫各位来有件事，关于王晨，我们4个人的事。柳如画认识王晨最早，他穷得叮当响，我借了他第一笔银子。陈字号从无到有，我全程参与。王公子熟了我，现在是南京分号总管，南京到杭州的生意都是我在打理。我是阿如娜，蒙古的，王晨救了我的命，我能骑马射箭，他去哪儿打仗我跟到哪儿。我叫阿月，我是公主。公主殿下，你不惊讶？不。王晨这个人吸引什么人我都不意外。王晨要去辽东，九死一生，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们不争不闹，各做各的事，让他安心打仗。刘姐姐说的对，他的安全我负责。我能做什么？公主的小堂上谁想害王晨，这些消息只有宫里的人才知道。宫里的事我能打听。那就这样，我们不是争一个男人，我们是合伙。昨晚是送行，今天日是结盟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女人的事，你不用管。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少爷，我觉得您应该害怕。侍郎大人，这是阁老的意思。辽东的军粮拨发延迟1个月。延迟1个月？王总兵刚到辽东，正需要粮草。阁老说了，不是不给，是延迟。各地灾情嘛，粮草紧张嘛，调配需要时间嘛。明白了。走了，京城再见。柳如画跟我说了，他们4个人谈过了，还说你不用管。4个女人背着我开会，这叫后宫团建或者董事会。但说实话，他们的安排比我想的好。柳如画管京城，苏婉儿管南京，公主管宫廷情报，阿如娜跟我去辽东。4个方向，4条线。出发时带了5000两现银做军费，其余13000两留给柳如画和苏婉儿运作。约定每月驿站送财报。情报网，苏婉儿管江南，公主管宫廷，陈湖关铁一卫线，小豆子管民间。4条线，但温阁老不会善罢甘休。粮草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他控制着兵部和户部，前方杀敌容易，后方挡刀才难。辽东来了。陕西干旱，饥民遍地，这些人就是将来闯将大军的兵源。铁柱，把那袋东西拿来。这个东西叫红薯，从海外传来的，耐旱，产量高，1亩地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骗你，切块种，每块留2个芽，棱距3尺，种上3个月，看结果。大人，您是？我是路过的。大彪，我要你留在这里。少爷，买下这座山，招工，当地饥民，给饭吃，给工钱，让他们挖矿、烧炭、炼铁。建铁厂，
在这荒山野岭，这座山下面有煤有铁，3年后这里会变成一座城，一座能造枪、造炮、造铁轨的城。明白了，少爷放心，给你留500两银子，够前3个月，后面的钱柳如画会安排。王总兵，急报！陕西米阴有人反了！闯将来了，他知道这一天会来。少爷，反贼要不要去剿？我们3000征家军不去。这些人不是反贼，他们是饿疯了的农民，朝廷不给他们活路，他们自己找活路。闯将，你终于来了，历史的齿轮开始转了。王晨，你脸色不好。没事，想到了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。好事还是坏事？都有。反了，陕西连年大旱，赈灾银两被层层克扣，百姓没有活路，不反才怪。将在陕西闹，王晨在辽东打仗，2件事，一南一北。朝廷2线作战，银子兵不够，皇帝把有限的银子和粮草优先用在哪里？用在剿灭闯将，因为闯将在内，内忧比外患更急。王晨的留用我断他的粮，老天爷帮我断了。红薯种子留在了陕西，如果种起来，至少能救一部分人。铁厂赵大彪在那里，500两银子，3个月，如果顺利，那里会成为我的工业基地。闯将起义了，300人，现在不算什么，但15年后会变成100万，我能阻止吗？也许，但红薯和铁厂。这是我的答案。山海关近了，过了山海关就是另一个世界。王总兵久仰，末将奉命在此迎候。将军辛苦。辽东的情况怎么样？不瞒总兵，不太好，欠饷3个月了，士兵吃不饱，逃兵越来越多。后金的探马每天都在关外晃，粮草呢？兵部说正在调兵，但调了3个月了，1粒革木粮都没到的手里。我知道了，带我上城头看看。山海关，天下第一关，从这里往北就是后金的天下，从这里往南还是大明的天下。铁柱，你还记得我们刚到青山堡的时候吗？记得，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。那时候想的是活下去，再后来想打仗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天下该是谁的？王晨，不管这个天下是谁的，我跟着你就行。阿如娜，在我来的时代叫历史的必然，有些事不管你怎么做都会发生。那你还挣扎什么？因为还有另一个词叫人定胜天。将士们，不是王你们的总兵，从今天起，辽东的防线由我们来守。后金想来，让他们来，我们有枪有炮有本事。朝廷不给粮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不会饿着你们。将军，这个王准兵真的行吗？不知道，但辽东已经很久没有人说不会饿着你们了。来了，新来的明军总兵，旗号征约3000，装备跟普通明军不一样，像是新式火铳。就3000人，大汗不可轻敌。朱东，这个王晨的跟明军鸟铳不同，射程更远，进度会吃亏。他的粮草不够，为他3个月，等他弹尽粮绝，然后再提招降。穿越1年了，1年前我是一个996的社畜，每天挤地铁写 PPT 被老板骂，月薪8000，活得像条狗。现在我是大明正2品总兵，3000精兵，商号遍布南北，4个绝世美人，听起来像网络爽文，但站在这城头上看着北方的黑暗，我只觉得冷。大明，我能救你吗？也许不需要救，也许需要一个新的。总兵大人，京城800里加急，